有一个数字，我今天一定要先告诉你，因为它实在太离谱了。你每天花钱补的叶酸保养品，效果搞不好还比不上菜市场一把10几块的青蔬。红苋菜的叶酸含量每100公克大约含有85微克，而苹果每100公克只有大约3微克，差距超过30倍。换句话说，是你吃一把红苋菜补到的叶酸，可能要啃好几颗苹果才赶得上，而且价钱便宜到不行。这才是真正被严重低估的养生食材。它不止叶酸丰富，胡萝卜素含量更是芹菜的30倍以上，钙质数值甚至比牛奶还要高，还带有一种叫做甜菜红素的抗氧化成分，专门对付体内的自由基。说白了，就是帮身体延缓老化。你以为自己平常吃得很均衡，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些最便宜、最容易买到的食材，你却一直忽略，结果花大钱买保养品，买到的其实就是这把菜里本来就有的营养。今天这支影片，我要把红苋菜从头到尾讲透彻。什么时候买最新鲜？怎么挑最嫩？怎么处理最安全？哪些人最该多吃？还有大多数人都会犯的烹饪错误，直接把最营养的精华冲进水槽浪费掉。先赞后看，好运不断。如果你关注中老年饮食养生这个频道，真的值得你订阅。我们每一集只讲真正有用的知识，不绕圈子，不卖关子。好，我们先搞清楚一件事，红苋菜到底什么时候买最好？现在市场上有时候1年4季都看得到，但如果你在4月5月看到，很可能是温室种植的早产货，风味和营养都没到位。真正红苋菜的黄金季节是6月到7月。有句老话说得好，6月苋菜补过蛋，7月苋菜金不换，意思就是这个时节的红苋菜嫩度和营养密度都在最高峰，贵一点都值得。8月之后，苋菜开始老化，菜梗变硬，纤维变粗，口感变差，营养价值也跟着下降。所以记住，6月7月是买红苋菜的最佳时间。现在我们来拆解红苋菜最核心的营养价值，一个一个讲明白，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我说它被严重低估。第一个就是叶酸。很多人以为叶酸只有孕妇需要补，但事实上中长辈对叶酸的需求一点都不比孕妇少，只是很少有人提起。原因很简单，叶酸在体内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忙代谢一种叫做同半胱氨酸的物质，你可以把它想成血管里的小刮片，浓度太高就会不断刮伤血管内壁，时间久了血管变粗糙，坏胆固醇容易堆积，引发血管硬化，最后可能提高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而叶酸就是帮忙把这项指数维持在安全范围。红苋菜每100公克大约有85微克叶酸，在蔬菜里表现非常亮眼，比起一般水果更是高出好几倍。加上年纪越大，肠胃吸收叶酸的效率越差，如果没有从食物确实补充，长期缺乏的状况在长辈族群里比想象中更普遍。所以对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红苋菜这种天然高叶酸食材真的不该被忽视。第二个是胡萝卜素。红苋菜每100公克，胡萝卜素大约1990微克，芹菜每100公克只有大约60微克，差距非常惊人。但这不是红苋菜特别神奇，而是芹菜的胡萝卜素本来就偏少，这一点一定要先弄清楚。胡萝卜素进入身体后，会依照需求转化成维生素 A， 对眼睛健康非常重要，尤其维护视网膜感光细胞，维持夜间视力。长辈眼睛退化是很常见的困扰，老花、黄斑部退化风险随年纪提高。长期维生素 A 摄取不足，会让退化速度加快。除此之外，胡萝卜素也和免疫功能、皮肤修复有关，整体来说是中老年非常值得补充的营养素。第三个是甜菜红素，这是红苋菜专属的营养。
如果你在菜市场同时看到绿苋菜和红苋菜，我建议优先选红色，不是因为颜色好看，而是红苋菜有绿苋菜没有的甜菜红素，这是一种很强的植化素，能够中和体内的自由基。自由基正是让细胞老化引发慢性发炎的主因。长期吃富含抗氧化植化素的食物，对减轻身体发炎、保护心血管都有帮助。红苋菜炒熟后，锅里会出现漂亮的深红色汤汁，那就是甜菜红素释放出来的精华。这一点我后面会特别强调。现在先记住，买苋菜就选红色的。第4个是钙质。红苋菜每100公克钙质大约180毫克，全脂牛奶每100公克大约120毫克。光看数字，红苋菜确实更高。但这里我一定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人都不知道，红苋菜同时含有较多的草酸，草酸会和钙质在肠道结合，形成身体无法吸收的成分，直接排出体外。所以红苋菜的钙质虽然数值亮眼，没有正确处理的话，真正能被吸收的其实有限。这不是叫你不要吃，而是一定要先烫过，把大部分草酸去掉，钙质吸收率才会提升。后面我会一步步教你正确做法。讲到这里，我想和正在看影片的你互动一下。你现在是几点钟刷到这支影片？你在哪个城市观看？在留言区告诉我，让我知道我不孤单。你的留言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好，我们继续。讲完营养，要谈谈红苋菜，2个容易被忽略的重点，很多人不知道，结果吃得不安全。第一个要注意的是硝酸盐。红苋菜属于硝酸盐含量偏高的叶菜类，很多人一听到硝酸盐就紧张。其实不用害怕，新鲜的硝酸盐进入身体，可以转化成一氧化氮，帮助血管放松扩张，对稳定血压、促进循环是有帮助的。真正的危险不在硝酸盐本身，而是摆放时间太长。菜放超过1天，室温下细菌大量繁殖，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在肠道环境中有可能和食物成分结合成有害物质。所以重点很简单，红苋菜一定要现买现吃，绝对不要放隔夜。炒好的红苋菜也不要留到隔天，这是一定要遵守的原则。第2个是草酸。刚才讲钙质吸收的时候已经提过，这里完整说一次，草酸是多数深绿叶菜都有的天然成分。红苋菜的草酸属酸中高量，不只影响钙质吸收，长期大量吃高草酸食材，对曾经有结石病史或是肾功能较弱的人来说，可能增加结石风险。所以有结石体质的朋友不是不能吃红苋菜，而是一定要烫过，并且不要一次吃太多。烫菜的方法很简单，水滚之后把洗前净的红苋菜放进去，时间大约1分钟到1分半钟。捞起来之后可以过一下冷水，直接沥前，大部分草酸就会溶在水里倒掉，之后再炒，安全又好吃。接下来告诉你，哪些人最该把红苋菜放进日常菜单。第一类是有心血管风险的长辈，铜半胱氨酸偏高在中老年非常常见，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因为平常没有症状，大多健康检查才会发现。如果你的报告曾经出现这项指数偏高，或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家族心血管病史，叶酸的补充就很重要，而红苋菜是最实惠的天然来源。第2类是眼睛开始退化的人，看东西容易累，夜间视力变差，老花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是维生素 A 不足、胡萝卜素摄取不够的讯号。红苋菜用一点点油去炒，胡萝卜素吸收率会好很多，因为它属硒湿，大力脂溶性营养，用油炒过比水煮更好吸收。第3类是担心骨质流失的人，台湾60岁以上女性骨质疏松比例很高，钙质摄取一辈子都很重要，烫过的红苋菜钙质吸收率提升，可以当作日常补钙的食材之一。当然不是只靠红苋菜，
而是均衡饮食的一部分。第4类是夏天容易上火、身体湿气重的人。以中医观点来看，红苋菜性质偏凉，能清热利湿，夏天吃特别合适。尤其口前舌燥、小便偏黄、舌头抬至后又偏黄的人，红苋菜是很适合的夏季蔬菜。营养讲完，注意事项讲完，现在来最实用的部分，怎么挑到好吃的红苋菜，怎么炒才够香。挑红苋菜有3个重点。焯好记：第一，看叶子，嫩的叶子小而薄，颜色偏浅，用手指轻轻掐一下，会有水渗出来，代表新鲜水嫩。如果叶子又大又厚，颜色很深，掐下去没有水分，就是老苋菜。炒起来口感粗硬，像嚼草，一点都不好吃。第二，看菜梗，梗细代表生长时间短，还没有老化，整株都能吃，口感滑嫩。如果梗又粗又硬，颜色深，就是常太久的老苋菜，梗几乎咬不动，只有叶子能吃。第三，选红色，红苋菜和绿苋菜价钱差不多的话，一定要选红色，因为甜菜红素是红色专属，绿色没有。而且红苋菜炒出来的汤汁香又漂亮，光是视觉就更有食欲。挑好之后就是烹饪。第一步一定要烫水，这是必做动作，去草酸，炒起来更快更均匀。水要大滚，放进去1分钟到1分半钟，时间太短去不掉草酸，太长烂掉颜色也难看，捞起来沥前备用。第二步，蒜末爆香。红苋菜有一点淡淡的菜腥味，大蒜是最适合的搭配，3到4瓣大蒜切末，锅里放一点点油，小火把蒜末炒到金黄香味出来，这一步绝对不能省。蒜香是红苋菜的灵魂。第三步，大火快炒，苋菜下锅立刻转大火，看到叶子变软塌陷就差不多，大约30秒到1分钟，加一点点盐调味，翻炒均匀，马上起锅。炒太久有3个坏处：颜色变黄变暗，口感烂软无力，水溶性的叶酸和营养也会跟住流失，所以一定要快炒。第4步，千万别倒掉汤汁。红苋菜炒好后，盘子和锅里会有很多深红色汤汁，那是甜菜红素和水溶性营养的精华，直接倒掉太可惜。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淋在白饭上拌匀，饭变粉红色，又香又鲜。很多台湾家庭都这样吃，搭配面条搅拌也很美味。最后我把完整做法一次说完，让你直接照住做。红苋菜一把，大约250到300公克。先把底部老根和粗梗摘掉，只留嫩叶和细梗，清水洗2到3遍，沥前备用。大蒜3到4瓣切末，锅里烧一锅滚水，把红苋菜放进去烫1分钟到1分半钟，捞起来沥前。不用冲冷水，重新起锅放少许油，小火把蒜末炒到微金黄，注意不要炒焦，转大火放入烫好的红苋菜，加少许盐，快炒30秒到1分钟。叶子软化上色就起锅，装盘后汤汁不要倒，连汤一起上桌，整道菜连烫水在内5分钟以内就能完成，适合平常忙碌的家庭，便宜快速，营养又满分，长辈小孩都适合。好，整支影片的重点我帮你快速整理一遍，让你一次记起来。红苋菜最核心的营养就是叶酸、胡萝卜素、甜菜红素。叶酸帮忙稳定血管健康指数，照顾心血管；胡萝卜素顾眼睛，强化免疫；甜菜红素抗氧化，顾身体机能，是红苋菜独有的优势。购买最佳时间是6月到7月，挑选以嫩叶、细梗、红色为主，一定要现买现吃，不吃隔夜。烹饪重点是烫水去草酸，蒜末爆香，大火快炒，保留营养。最后汤汁千万不要丢，拌饭拌面都是精华。这些道理听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需要一点提醒。所以我想问问你，看完这支影片，你原来对红苋菜最不了解的是哪一件事？或是你家有特别的红苋菜吃法，都欢迎在留言区分享。
大家一起交流更有意义。今天所有重点我已经整理成一张重点卡片，放在影片最后，建议你不要划走，直接截图存下来。很多人看完影片记不住，照住卡片做效果才看得出来。这一张是精简版，如果你希望我每个星期都帮你整理这种可以直接照住做的健康小技巧，包含怎么吃，吃多少，哪些人要特别注意，我都会放在会员专属内容里。你可以先订阅1个月试试看，适合再留下，不适合随时可以取消，完全没有压力。之后我也会把这张完整的健康小卡片另外做成图文教学，让大家方便存下手机，随时翻出来看。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整理对你有帮助，麻烦帮我一个小忙，打开小铃铛通知，这样之后有新的健康重点更新，你才不会错过。如果你想要更多专属的养生钱货，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加入按钮，订阅成为频道会员。祝大家平安健康，事事顺心，身体顾好，情绪顾好。我们下次再见。